我跟你们说，你们等到35岁以后，尤其是有了小孩以后，就知道这集的含金量有多高了。比咕噜还惨，咕噜她至少很瘦，我是胖咕噜。我的女儿是我的宝贝，我也是我的宝贝啊。不得不说，她还是蛮有效的。那绝对不是我头发，那是一块非常光滑的绸缎。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最近呢，我因为生活习惯上有一些小改变、小升级，导致我长了很多的小碎发，所以我迫不及待想要来和大家分享这个喜悦。不是大家敲碗要加更5集的影后解说，我没有看到，只是这个喜悦真的没有办法等，所以这集呢就要来和大家洗头，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头皮、头发保养的方法、逻辑，还有一些生活小习惯。有一些20几岁的观众可能会觉得说，哈，洗头有什么好分享的？我跟你们说，你们等到35岁以后，尤其是有了小孩以后，就知道这集的含金量有多高了。如果你的头发越来越稀少，越来越细软，越来越扁塌，开始就这么悲惨。这一集记得看下去，这些都是我亲身体验，可以让我的头发还有头皮变得更健康，不需要打理技巧就会让头发变多的方法。我从小呢都是那种头发又黑又亮、非常滑的发质。小的时候啊，用发圈绑头发会滑到整个掉下来，没有办法绑住的那种。所以我小的时候就经常许愿，希望自己的发质可以差一点，这样我就是头发绑的时候不会一直掉。我小时候也许愿，拜托我不想当帅哥，我觉得当帅哥好累，然后结果就一夜长痘痘。所以真的许愿不可以乱许，真的就成真。我现在发质真的有变差。虽然我小的时候呢头发很黑、很亮、很滑，可是呢我的发量就一直不算那种超级多的，算是正常的发量。但是呢，因为我的头发是那种比较硬的，一根一根是站起来的，所以20几岁的时候看起来头发是蛮多的。直到我生了 Chris 之后，我就开始产后落发。都说生孩子很容易变咕噜，我觉得比咕噜还惨。咕噜她至少很瘦，我是胖咕噜。虽然说产后脱发，大部分的妈妈都会经历，而且过一阵子呢，这个脱落的头发就会再长回来。可是我发现啊，长回来的头发就跟着我的身材一样走样了。我以前那个粗壮的头发就不见了，新长出来的头发呢，就有一点细细软软的，而且还冒了很多的白头发出来。再加上我们这几年工作强度其实还是蛮高的，几乎没怎么休息过，小孩加上工作连轴转，所以这么长时间我基本上就是在吃我头发的老本，几乎没有怎么保养过。买了很多的头发保养的产品，也都是丢在柜子里面。直到 Lisa 现在也渐渐长大了，有一天晚上我在帮她吹头发、整理她的那一头小杂毛的时候呢，我就在那里想，我的女儿是我的宝贝，我也是我的宝贝啊，我应该也把我自己当成我自己的宝贝一样，好好来保养才对。这样等我的女儿长大之后，我们两个才可以一起玩保养品，多好玩啊！所以呢，我就又开始重新保养我的头皮还有头发。我这一套头发、头皮保养的流程，其实是在我当妈妈以前就一直在使用的。虽然说已经尘封很久，但是不得不说它还是蛮有效的。从我头顶这边冒出来的这些小毛毛就可以看出来。很多集影片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到，我头顶这边看起来毛毛躁躁，那不是毛躁，那是我长出来的小头发，是我生命力的象征。好，正式开始洗头之前呢，我会先用这样子的梳子，把我整一头的头发全部都梳开，左边往右边梳，右边往左边梳，后面往前面梳。像有的朋友头发比较容易打结，如果你没有提前做这一步的话，就很容易在洗头的过程中头发就被扯断。我就是那个朋友啊，这么短还会被扯断，那不就是连根拔起？都有。好惨哦！所以你真的一定要把它梳开，梳开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梳子的话呢，没有必要买特别贵的，自己觉得舒服非常的重要。我用过很多专柜的梳子，但结果到最后用的这2把呢，其实都还蛮便宜的。一把是我平时梳头会用的，一把呢就是头发湿的时候会用的，干湿两用的梳。这把梳子，如果有朋友是从我刚开频道就开始看的话，在之前的节目里就已经看到过它了。这2把梳子呢，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子宽宽的，接触头皮的这个位置呢，它不是尖锐的，是圆圆的，所以梳起来呢就是那种很舒服按摩的感觉。我非常喜欢梳头，除了这2把梳子之外呢，我还会有一把梳子是随身的，放在车上，想到的时候我就梳一梳。有的时候头脑很胀，梳一梳呢，你就会觉得说缓解很多，因为梳头可以增加血液循环。好，梳完头之后呢，我就会开始做一步叫腌头皮的工作。比起在洗完头之后用很多的头发的保养品呢，我喜欢把这些保养品挪到洗头之前来用。这一步呢，我通常会有2个版本，这2个版本我是交替使用的。一个版本呢，我称为小资女版，还有一个版本呢，就称为贵妇版。好，名字听起来就很直白，小资女版就是花钱比较少一点的，贵妇版呢就是用的产品相对会贵一点点。今天先给大家演示小资女版好了。头皮的部分呢，我会先用这个头皮精油，我非常看重头皮的保养，看重每一片皮的保养。确实，脚皮也是蛮看重的。大家可能听说过啊，头皮、脸皮是一张皮，你的头皮老了，你的脸就会跟着老。但事实上，人不就是一整张皮吗？
聊斋感的阿妈。所以你的头皮是肯定值得花心思去保养的。我们怎么能期待几百块买的那个洗发精又可以顾头皮又可以顾头发呢？我最近用的这个头皮精油呢，就是之前和大家开箱过的 iHerb 买的薄荷迷迭香精油。有些时候头皮觉得痒痒的或者长一些小包包的时候啊，就用这个精油涂上去之后按摩完，就会发现洗完之后头皮就是会呼吸的感觉，非常的舒服凉凉的。之前有观众给我私讯说啊，头不论怎么洗都会有一个油油的味道，我觉得可能就可以试一下我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用这个滴管差不多3-5滴管吧，涂在我的头皮上，从中间这样分界，然后一直分一直分一直分，然后涂满我整一个头皮之后呢，就用我们的指腹去做按摩。如果有一些女生啊做的那个美甲，指甲很长很漂亮，这样子在按摩头皮的时候，指甲就会刮到头皮，不太方便，你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按摩梳。我平时偷懒的时候也会用这样子的按摩梳，这个按摩梳已经很久了，有没有10年啊？真的很久。我其实一直都想要换，可是它就一直都没有坏，所以我就用到现在。尤其在按摩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太阳穴这个地方就可以多按一下，不论是用手还是用这样子的按摩梳。我最近在看印度的那个阿育吠陀，他说我们的头是我们整一个人的能量的集中点，也是思考还有决策还有压力的所在地。所以你就这样按一按之后呢，那些烦人的同事、不好搞的客户、上司、很皮的小孩、火上浇油的老公都会烟消云散。怎么又有我的事？处理完头皮之后呢，就会来照顾我头发的这个部分。那头发这个部分呢，通常是会看起来毛躁的部分，我就会用椰子油，然后加上任何你正在用的润丝。我觉得椰子油真的是超棒的油，我还拿椰子油涂我2个小孩。你第一次从厨房拿椰子油涂头发，我都吓到了。我有个朋友超好笑的，我跟他讲椰子油涂小孩很棒，她就让她的老公去买椰子油，结果她老公买了培根风味椰子油，然后涂她的小孩，涂完之后整个我觉得要送去烤箱，看笑话。找一个染头发的这种小碗，跟通常染发剂都会送的这个染发梳，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弄来的，就把椰子油倒在里面，然后再加一点润丝，就把它这样搅，然后搅成糊糊的状态，跟去沙龙做头发保养一样，就这样一绺一绺拿出来，然后就拿这个刷子把这些糊糊的东西呢弄到你的头发上。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手，但是用这样的梳子的话呢，因为它的齿梳非常的细，所以就可以把你那些刚刚拌好的这一堆有营养的糊糊呢，非常细的涂到每一根头发上，让每一根头发都吃饱营养。然后整一头包完之后呢，就可以拿这样子的一个浴帽。我这个浴帽是重复使用的，不是那种一次性的。有些朋友去住饭店，你可以拿一次性的也可以，但是我都是用这样子重复使用的，也比较环保，也是用了非常非常久。虽然它长得有点阿姨，把整个头包起来，你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那我呢，通常还会再加码，用一个这样子的加热帽戴在我的头发外面，然后就用定时定个20分钟。这个加热帽也是10年前吧，就网络上随便买的，也是一路用到现在都没有坏。为什么以前东西品质这么好啊，都不会坏？这一段时间呢，你就可以去处理一些工作或者放空一下都可以。好，顺带说一下贵妇版好了。贵妇版呢，我用的就是这个卡诗的黑钻发膜。这个发膜我为什么喜欢它呢？它就是一罐可以从头皮用到头发，一整头都可以顾到的。因为大部分的发膜，我们通常在外面可以买到的发膜都是只能用在头发上，那头皮是不能碰到，因为很容易造成头皮毛囊的阻塞。就是因为这样一罐可以用整一颗头，所以它其实相对也非常省时间。但唯一有个问题呢，就是它比较贵一点，用钱换时间的概念。对，但是我真的觉得还蛮值得的。黑钻这个系列我用了超级久，这真的不是广告啊！但是如果卡诗愿意找我合作的话，欢迎跟我联络。黑钻系列呢，我以前都觉得它好香，就是那种外国人的香，你们懂吗？非常非常浓郁。可是我最近用着用着，我就发现我好像慢慢喜欢上这个香味了。难道是因为年纪到了吗？它用完之后啊，整颗头都在发光。用水冲洗头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那绝对不是我头发，那是一块非常光滑的绸缎，会忍不住想要多摸几下。那我觉得头发的保养和我们身上的保养、脸上的保养也是一模一样，就属于丰俭由人，不需要等到有钱有闲了再去保养。只要你有意识要保养，加上了解一些保养的逻辑，就一定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保养方式。那我的心得就是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在选择保养品的时候要去排一个先后，发膜真的是非常值得投入的一个选项。因为相比起像洗发精来讲，发膜它停留在我们头上的时间相对是比较长的，然后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有效成分呢，有时间可以吸收到我们头发里面去。因为我们洗头的时候啊，尤其像一些男生洗头超快的，一下子就洗完了，里面很多有效成分都没有办法停留在你头上很久，所以如果
是我的话，只能选一样头发保养品去投入的话，我就会选择发膜优先。那洗发精的话，对我来讲，我就不一定会去买很贵的，但是我会非常看重它没有一些有害成分的添加。除此之外呢，功能上符合我自己的需要，适合我头皮的状况就可以了。但是呢，每个人的身体皮肤都不一样，居住的地方也不一样，气候不一样，甚至一年四季的状况也不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适合的产品就不一样。有一些产品在网络上看到评价超好，你买回家就不一定适合你。对啊，像我头皮很敏感，其实很多无添加的我用也会过敏。娇贵。所以呢，大家可以多试试，然后准备几套不同的产品去应对不同的状况，这样呢，保养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啊。对了，我在做这个选题的时候看到很多 YouTuber 在推一个叫洗发皂的东西，我看得超生火、超心动啊！我自己是没有用过，留言开放大家推更，如果真的觉得很好用的话，欢迎告诉我，我也打算去买来用看看。好，接下来就是冲洗阶段了，就是用水把我们头上那一坨富含营养的混合物，把它这样子扭一扭、挤一挤，它就会乳化。乳化完之后呢，用水把它冲干净，接下来你就进行你后续的正常的洗头程序就可以了。水的温度呢，就记得不要太高。我的话就喜欢用凉水，因为凉水会帮忙我的毛鳞片去闭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装一个全护的净水软水。因为我以前在韩国游学的时候，就发现我只要人到了首尔，我的皮肤、我的头发都会变得非常的漂亮。后来发现原来因为是当地水质的问题，他们当地天生就是软水，所以我们搬这个家的时候呢，装的就是全护的净水。我们家所有的洗头、洗澡、洗脸的水都是软水。我个人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投入的装潢选项哦。对了，在洗头发的时候啊，很多人会直接拿一坨洗发精就直接挤到头上，千万不要这样子，因为洗发精还是浓缩的状况下太过于刺激，所以记得就先把洗发精挤在手上，这样搓完，搓出泡泡之后再去洗你的头。好，这样我们整一颗头呢就洗完了。洗完之后呢，我比较习惯是拿干发毛巾把我的头发整个包起来。如果你家里没有干发毛巾的话呢，用纯棉的毛巾把头发包起来也是可以的。但千万要注意，在擦干头发的时候呢，不要这样子去擦，这样子呢会让你的头发非常的毛躁。拿毛巾这样子按干，整个按干就可以了。然后呢，等头发不滴水了，就可以把干发帽拿下来了。也不要让干发帽在你头发上停留非常长的时间，因为有一些干发帽像这种，它都会有一个皮筋在这个边缘的位置，如果太久的话呢，就会把你边缘，尤其发际线这种位置的头发的毛囊压扁、压塌，后面你不管怎么吹啊，它都是塌着的。所以差不多你头发不滴水了，就已经可以把这个毛巾拿掉，然后进行后续的吹头发。那吹头发的时候呢，就要记得你吹风机的温度不要太高，吹的方向呢就是这样倒着吹，后面往前面吹，左边往右边吹，好，这是右边，右边往左边吹，左边往右边吹。那吹头发的时候呢，就要记得吹到全干，不要闷在那边，尤其像长头发，如果你发根这边没有吹干的话，会闷头皮，就会有那个味道。那这样子吹完的头发呢，整个发根都是立起来的，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状况，再加一些头发精油或者喷雾都可以。那除了洗头用保养品之外呢，生活中也有很多的小习惯可以帮忙我们的头发变得更漂亮，像多吃蛋白质、鱼虾肉都可以。然后我们常常说要以形补形嘛，大家都说多吃黑色的食物可以让头发看起来更黑，像芝麻、黑豆这一些。那这些食物呢，我本身就非常喜欢吃，我是当零食吃的。里面呢也确实有一些营养物质，对头发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不得不说，这样子的一些食物，它的热量其实也是蛮高的。所以如果你本来就不喜欢吃这一类食物，可以直接选择去吃补剂，这样子呢就更高效。那我在吃的补剂呢，除了维他命 C、D、E 还有铁还有锌之外呢，最近还在吃之前和大家一起开箱过的那个Biotin。从我个人最近的状况来讲，或许它真的是一个有效的成分，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妨试试看。那如果我不出门的话呢，在家里我几乎都是把头发这样子绑起来的，因为我是妈妈嘛，那头发绑起来呢也会相对方便一些。那我绑头发呢都是用这样子的真丝的发圈，这样子的发圈我有非常多，大大小小各种牌子都有，但它们的共通性就是全部都是真丝的，真丝的发圈才不会卡头发，而且拿下来的时候呢，头发上是不会留印子的。我不但自己有，然后你看这一些是 Lisa 的，它也是有小小的，但也是真丝的。另外也和大家分享过无数遍了，我们家的枕套也是真丝的。我自己是觉得用真丝的枕套，头发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出油，而且真丝的枕套也不会摩擦皮肤，不论是对脸上的皮肤还是对头发都更加的友好。再来这一点，我觉得它是影响发量甚至整一个人的状态的终极原因，就是压力。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表明啊，压力过大的时候，我们的毛囊会休眠。毛囊是躺平派。我记得我们之前做演唱会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压力很大，我都会圆形图。
我有一阵子因为工作还出现过恐慌的状况，有心跳过速的问题。那在这样的状况下，不要说头发保养了，我觉得我整个人身体的状况都不是很好。但是当我意识到压力对我造成的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是可以有意识的去改善它的。原来人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选择自己的生活。大部分的普通人呢，只要活着，压力就一定存在。所以学会怎么排解掉这些压力，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可以去健身，可以去冥想，可以去玩狗狗、玩兔兔、吸猫猫、百花弄草，去找到你可以做到并且热爱的事情。当你的身体重新感受到热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就像施了肥的花朵一样疯狂生长。有一种产品，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那个免洗头喷雾，有一阵子非常的流行。我自己以前也用过，工作很忙的时候没有时间洗头又很懒，隔天起来我就直接拿那个免洗头喷雾喷一喷，让头发看起来不要这么油就好了。那个免洗头喷雾它真的很方便，但是我记得以前用的时候啊，当天晚上洗头，我头发都会掉超多。对，有没有？因为那个东西它多少就会让头皮的毛囊就阻塞，所以反正就是要洗，那还不如现在就站起来去洗，真的也好过后面头发掉那么多。现在回想起来，自己20几岁的时候，很多的行为都是在暴殄天物。所以对我来讲，如果想要让头发长得更多更好，或许就是提高我的洗头的频率。我最近也真的是有提高一点点，因为我以前真的是可以1个礼拜不洗头。对，最近就是差不多2、3天洗一洗，然后就真的发现头发有长得比较好一点点。但是呢，对于有些人来讲，可能就是去降低那个洗头的频率，因为洗头太多也不好，所以就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频率。好，那刚刚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头皮、头发保养的逻辑，大家也可以从这个逻辑里面呢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其实不需要跟着 KOL 或者明星去买一模一样的产品，有些时候在家里面翻箱倒柜一下，然后认真去了解这些产品使用的成分或者它的使用逻辑，你就可以搭配出适合自己的方式。那如果看完今天的影片，你也有跟着我一起尝试这个护发小流程呢，如果有任何的效果或者感受，欢迎留言和我分享。当然了，除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真的让头发更健康、长出小毛毛的这些小方法之外呢，也有一些可以作弊的小方法，让你的头发虽然没有这么多，可是看起来变多了。如果大家想看的话，记得敲碗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还有点点热推哦。我是安娜，每周四我都会在这里，下周四我们再见啦，拜拜。很多观众好奇我那个鬓角是怎么卷的，就是这样，很简单，这样向外，就这样，超简单，手残都会。